那个安迪还是安哥知道我是半华人，他们会跟我讲，哇哥，如果你比较白哦，那你很美。Oh my god! You know what? 每次最正常的哇哥，你很美哦，但如果你白，你更美。Hello， 欢迎回到真 City Course， 我是信，我是 Jane， 我是思雨，我是小龙。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种族歧视，所以你们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是什么种族吗？我是华人，我是印度人，我是他们，我是半华人半印度人，我妈妈是华人，爸爸印度人。所以我们问了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有多 racist， 然后有大概72%觉得很 racist， 他们自己讲自己啊，谁会讲自己是 racist？ Say something controversial， 每个人都有自己一点点 racist 的，我可以承认偏见吧 ，Yeah， 可能不是 racist 歧视吧。一定会有偏见，因为我们是人玩 ，right？ 我们看别人跟我们不一样，一定会有一些偏见的。呀，你们会觉得自己会subconsciously racist 吗？而且我是觉得我不会嘞。为什么你会这样 strongly believe？ 觉得我从小就是I'm surrounded by 不同的 races of friends already， 所以我 grow up 的时候，我的 brain 是 conditioned to understanding towards other races。我觉得我是一个 grey area 来的。我跟我朋友有时候开玩笑，但我讲一些东西，很像讲印度人是讲华人，但他们讲racist，这样讲我可以，可是我一般玩那个的咯。所以有时候我我有时候会开玩笑用自己的 race to 我的 advantage 啦。我承认，but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我不应该啦，因为我是那个 bridge to Terabithia， 所以我更加应该小心。那小龙，你讲你会难免有偏见，对吗 ？Yeah, okay, 比如what you say, right? Indian people late， 我同意bro。My whole family, 如果我们要去教堂开始9点 ，right？ 我们会9点出门。then 我也是觉得我自己很错，为什么我要带这个想法到种族呢？那你们觉得什么算是种族歧视？所以我们就是问了大家说，有哪一些行为算是种族歧视啦？所以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你的种族而对你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判断，对，然后有大概76%的人觉得那个算是种族歧视。那一定是啊。你们有遇到过什么就是相关的一些行为吗？就别人对你的一些 stereotype。Smelly 咯，我以为啦，这是那个原因。我搭地铁的时候，我上巴士的时候 ，right？ 如果我坐在那个椅子上 ，right？then 在我旁边的人会起来。Yeah. 真的 ？Yeah. Or especially if it's very crowded， 有很多人的时候 ，right？ 我会觉得我很 guilty， 因为我坐在那边，所以没有人会在我旁边坐。不是你的错，不是我会I will sit beside her。现在我很 happy， 我可以放我的包包在那边。Yeah, but okay 啦以前啦，但是现在我很少见到这些东西。一个我很深刻的就是我跟我妈妈上巴萨，因为我妈妈是华人嘛，我很像是11到12岁，我很小而已，我是一个小孩子来的。但这个阿姨她问我妈妈，她讲你的女佣啊，哇，我的妈妈丢我妈妈录的，她在选那个菜的那个阿姨讲了，我妈妈瞪着那个阿姨讲。安迪，你不懂，你不可以乱讲吼，讲那些，这个是我的女儿但那个安迪她没有道歉什么，她直接讲我哪里懂，你是华人吗？为什么你的孩子是比你10？但我妈妈讲，你不懂的话，那你就应该问，这个是我的女儿，也许牵我的手，让她走掉，不要跟她买啦。我小时候看到如果你是华人，人家是这样对你；如果你是印度人，人家是这样对你。我更加会想要 identify as Chinese。就是你遇到这些情况之后，你会觉得说你不喜欢你的肤色呀？对啊，我从小就不喜欢，很怕晒太阳，所以因为我真的很怕我变更黑。我朋友要去 East Coast Park 大脚踏车这些，还是去沙滩，我都不要去。我也是以前很讨厌我的肤色，因为我是从一个华校，then 我的华文老师都是从中国来的，then 他们的英文真的很差，then 对他们来说，小龙是一个很难讲的一个名字，那个 L 对他们来说是很难讲。then 他们每次来，因为我没有华文名嘛，then 他们会叫我小黑。Oh my god！ 所以from 1年级到
5年级 I think，then 6年级有一个老师开始叫我小笼包。Yeah，then 我从1年级到5年级 ，Yeah，我的华文名字就是小黑。那你以前就会因为他而哭吗？呀，我现在可以接受了，但是我那么小的时候，对我来说真的很伤害我的感情。那你会因此而就是不喜欢你自己的种族吗？ Yeah, like I'm so ashamed to say this, right? 以前 right, I used to like 完全 like 拒绝我的文化。I refuse to wear sari. I refuse to like eat with my hand. 因为我是一个印度人，所以我在学校里我被取笑，我被欺负，所以 like what good does it do for me to embrace my Indian culture, right? 但是我去中学后 then 我觉得 like 我周围的人对我那么好，那么善良，所以 like 我慢慢开始 like 接受我自己的种族和文化。我也是中学后，我也是2年我去印度读书 right? Wow, that's when I realized sari very pretty. It is. Yeah, 所以我就开始喜欢。所以就是你以前就是作为一个华人，你有面对什么种族歧视吗？因为我是去 neighborhood school 对吗？所以我们有 different 种族，所以 actually for 我的学校是 quite split 的，所以 like usually one race will hang out with each other more， 所以有时候是有听过 like 一些很 nasty comments， 华人早上没有冲凉这样，可是好了我有冲 OK， 可是他们每次他们就会like in Malay 是什么 busuk is it？Yeah， 对他们busuk yeah， like 因为我们讲话是有点快的这样，所以他们每次会imitate how we say， 所以我觉得轻松yeah， 所以 like 轻松玲珑这样，我是 like just try to look past it 啦，所以 try not to let it affect me 咯。所以你们觉得种族歧视在新加坡普遍吗？是蛮 common 的，in 新加坡。我也是觉得是挺普遍的。我也是同意，但是来，如果我们跟其他国家来去 compare 的话，那可能新加坡可能是一点点比较好啦。我觉得现在不是讲比较普遍，可是因为现在我们比较会有一个 communication about this，我们会 converse about 这种东西。以前很像我们父母的年代，他们可能不会讨论这个话题啦。在我们这么做的调查当中，就是有差不多一半的人觉得说，种族歧视在新加坡是挺普遍的啦。一般而已啊，从小到大 ，even 在我做工的时候，我也是有面对到，可能是 casual racism 还是什么啦，我不懂啦。所以有一次我的顾客来我的公司meeting， 然后他进来那个 meeting room， 但他第一句话，他看着我，他讲：“为什么你穿紫色的裤子？迪巴巴利啊？”呀，但我真的是在那边minding my own business 我只是坐在那边，突然间他讲那句话，但我就整个删掉。但我在想，我要怎样回答？因为我已经这样惊讶了，所以我就笑。可是你会觉得 offended， 为什么？我不只是 offended， 我只是很 uncalled for 咯。Even though 你的 intention is to feel closer， 因为我在开玩笑 ，but 那个 receiving end 的人就很难过点，怎么办？可能有一个完全印度人的人，他们不会跟他们开这种玩笑。可是因为是我会讲华语，我是半华人，但他们就会开这种玩笑，因为他们觉得你可以吗？你可以 take it 嘛？因为你是一半而已哇他们每次都是这样，但他们会讲你是一半而已哇，你是一半。但我去这边我是一半，我去那边是一半，但我是 when am I a whole？ 所以我自己也是在里面有一个挣扎了，是不是很尴尬？如果我现在 stop 他讲够了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acceptable， 什么不是 acceptable， 我也是不要让那个情形很尴尬。小龙会害怕吗？这样？呀，我很怕。那你不敢讲？因为我很怕，但人家会说我太 sensitive 了。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算是太 sensitive？ 我是觉得是 like ultimately how you feel。如果 like 你的 feeling 是 valid 的，对吗？我觉得你有受伤，你就不应该觉得是自己的错。因为 right 以前我受到那么多 like racism right， 但我现在好像 immune 了，因为现在 right 如果something doesn't go my way right， 我就说 racist。It's like my free pass。如果 like 我最喜欢的那个面包 sold out racist the store racist，that's it。Yeah，like 对我来说 like。it's a 玩笑，你在开玩笑啦呀！对我来说，新的 immune part 是真的，因为
有时候 casual racism 是很常发生的。有时候我去买食物还是什么，那个安迪还是安哥知道我是半华人，他们会跟我讲，哇哥，如果你比较白哦，你很美。Oh my god! You know what? 每最正常的哇哥，你很美 racism 哦，但如果你白，你更美。 Yeah, yeah, yeah. 那你会在 online 就是收到一些 comment 说like oh you are very pretty for an Indian 吗？ Oh yeah, so many. 但我就觉得很奇怪哎，like 为什么你要带那个 race 进来？ yeah, 我的 You are very pretty. Full stop. 是你会怕开这种玩笑吗？作为一个 majority race，不是怕不怕，是我totally没有开这种玩笑。我是觉得like 这种小小的玩笑，for now 会 seem 很小，可是我们 gradually 会觉得it's okay to 开这种玩笑，然后我们就会更加会like bring it up during conversations. This is how it gets bigger 啦。所以我是also agree 不要开这种玩笑。所以另外一个行为就是有33%的人觉得说，如果我说一个你听不懂的语言，这个算是种族歧视。哦，我不同意。我去法国的时候 ，right， 我也是跟我的朋友讲中文，因为我不要那些法国人懂我要都在讲什么。呀，我也是不是讲什么like 很坏的事情，这是like it's my secret. Why you need to know, right? Yeah. 我觉得也是要看情况。如果是一个做工的 environment 环境，对，然后很像是meeting， 突然间用中文讲话，I won't be like you're racist just because you are speaking in Chinese，but 我会觉得你很 ignorant， 因为你不应该啊。我们10个人在讨论，如果你讲一个 idea 3个人听不懂，那你可以讲。Right， and 如果真的是你的 habit，then 有一个字你不会用英文讲，你讲了 right， 你应该 straight away 跟这3个人很像给他们 explain 解释来actually 我是想要说这个，可是用华文说比较容易，还是什么，但我就了解。虽然我听得懂，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突然间想到，那时候我做 part time 的时候，对吗？我是唯一的华人在那个 company，then 他们也是，他们通常会跟马来语沟通，对吗？所以有一次我就是like I feel a bit left out， 所以我就问他们，你们在讲什么？然后他们就跟我讲，哎呀，你华人你不知道啊。then 我就like OK，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16岁，对吗？所以我也是不懂怎样 stand up for 我自己，我就讲OK 哦。我想问Shalom，就是因为你是上华校的对吗？你觉得华校的存在算是种族歧视的一种表现吗？一点点。OK， like 我们常常听到 like Chinese privilege，right？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 like it's very real. We don't see Malay medium schools or Tamil medium schools or anything. 只有 like 华人有这个 like。华校的 connotation 是好的学校。Yeah， 因为我也是小学华校，中学不是啦。等我去我的中学的时候，我才看到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种族，还有只是在中学的时候，我才有不一样的种族的朋友。所以你在华校，你在你自己的 bubble 同学，不是全部啦，一定不是全部。可是如果他们没有被 expose， 他们没有 interact with不同的种族过，所以做工的时候看到其他的种族已经太迟了。那你觉得 Gen Z 会比就是我们的长辈 less racist 吗？ Depends， 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家庭背景，还有你的父母，因为到现在我还有听到父母有时候是朋友跟他们的孩子讲，你听话，不然阿布奶奶来 catch 你，因为是他们父母用的话，现在他们用在他们的小孩子上，他们的小孩子以后会一样用在他的小孩子上，所以是一个 cycle 来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很多年轻人现在已经会判断是非了，而且我们有互联网啊之类的，就很了解了。一定有很多我的朋友，他们会来华人，他们会回家跟他们的父母讲，你不可以这样讲。So educate， so 那个是 ideal scenario。告诉你 social media 很重要呀，以前 right 没有这个 cancel culture 也是 right， 所以现在的人比较 like 小心，yeah，不是讲 cancel culture 是对的 ，but 每个人应该有一点害怕。要讲这种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应该的。你应该怕，你不应该随随便便讲这种东西。那你们会愿意跟不同种族的人谈恋爱吗？会啊，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是
马来人。因为我们做的调查当中，有39%的年轻人说他们愿意跟另外一个种族的人谈恋爱，但是有35%说他们愿意，可是他的父母不一定会同意，会吗？你的父母有反对吗？当时？我的父母是有反对，可是不是因为不同的种族，是因为宗教。你会跟你不同的种族的人谈恋爱吗？呀，但是我有一个 preference， 就是印度人，因为我从小到现在我学华文 right， 但我觉得我跟我的印度文化很有很多距离的那样子，所以我要一个印度男朋友可以educate you， 教我一些东西，then we can have Indian children。但是我不会因为你是华人，那我不想。那你们觉得说大家应该怎么更包容彼此，然后就是更种族和谐？ I think 最重要的是，你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的皮肤还是样貌，连你有偏见。Actually， 我爸爸，因为我妈妈是华人，他们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我阿嬷是不赞成的啦，因为自然嘛，因为那个年代是更加taboo right。我的表哥跟我讲，我爸爸去我的阿嬷的家，他讲你什么颜色？用英语讲你什么颜色？我阿嬷stun， 我爸爸讲你黄色，我什么颜色？我黑色，把我切开的时候里面是什么颜色？一样颜色。哇，我们的血都是一样颜色，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因为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你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有偏见？我觉得你们step one be more aware of 你们在讲的东西subconsciously 啦，所以then 慢慢then 你们可以 slowly adopt。觉得我们的社会已经进步好多了，但是我觉得有些人还是很无知的，那些 minorities 他们很敢说我有这种经验please listen to me，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不想听他们要说的话。 Listen， yeah, we need to listen and 比较愿意帮助这些人，我觉得会更好。哇，所以我觉得讲那么多，我觉得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最重要。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很多人现在都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下一步就是要改变，就是不要再做出那些不好的东西。对，改变。那谢谢大家的收看，喜欢我们视频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